我们现在像您已经有跟我直播了，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顺便推广你的 YouTube 频道，那会对对对，我理这个真解。的是这个事半功倍，因为对现在要经营 YouTube 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没有一个，比如说有时候你单独自己用 YouTube 其实会成长的比较慢。那如果说我们平常就有在直播了，透过这个方式，其实我们有机会就推广一下梅老师你的频道。就算今天不是星期日，我有时候也可以推广你的频道，跟像有田老师的频道，我都可以帮你们推广。那这样速度就会很快。所以如果梅老师有兴趣的话，都没有问题。只要你都 OK 了，都 OK 了，我告诉你，对，然后我有机会，因为我的想法是这样，让更多的同学去接触更多中文老师是一件好事情。对，然后就是如果有一些同学他想要学广东话，你可以，我同意，你可以发我的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 link 给他们，也可以。对，也可以。对，就比如说学生可以跟你私下跟你聊一下，可能他们不知道我的 Facebook 那个是哪一个，所以你可以发给他们，没关系。好的，没问题。好，那这个对，梅老师刚刚讲到台湾的状况，目前还是缺疫苗的状况，所以我是完全没有机会可以注射的。那还是留在家里好，还是在家里比较好。那其实现在我们的3级警戒，我们这里叫3级警戒，也就是说，已经学生是停课的状态。对。然后在餐厅吃东西是不能够内用的，只能够外带。那目前3级是这样子。现在我们更担心的是那个印度有一个变种病毒，叫 Delta，听说在各国都蛮严重的。那所以台湾已经有这个案例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疫苗普及率没有很高 ，Delta 又来侵袭的话有点危险。对，所以现在还要陆续看状况，目前还是在3级状态，所以还是最好是待在家里，不要随便出门。对，我们像英国现在的情况，它就是在40岁以上可以缩短打疫苗的时间了。他就是担心，也是担心印度这个病毒，然后他就是说，可以提前预约打第2针了，就是将之前那个预约的预期可以改到提前一点，早一点。因为听说打第2针对预防这个变种病毒是有效果的，所以可能就是更预防的更好一点，强壮一点，就是这样子。好，了解。好，那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的梅老师又来了，哇，大家最喜欢的梅老师呢，她是广东的妹子，讲妹子，广东妹子，广东妹子。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想学习广东话，你可以跟梅老师联系哦。她广东话就是她的母语了，其实哦。好，我们有一位同学，其实他的母语也是广东话哦，他叫 Alice。他也在，他现在在，对，好像我记得他在英国。对，他在英国，而且他的母语就是广东话。他中文可以跟他联系了。对，可以的。而且我跟他聊过天，他好可爱哦，好可爱的一个妈妈，真的好可爱。你可以跟他聊聊，有机会啊，你再跟他联系哦，跟他聊聊天。就是我不知道他的 Facebook， 如果知道，那我们就可以联系。好，那个梅老师，我再告诉你他的那个Facebook。好，这个 Alice 好可爱的哦，他英文很好，广东话也很好，就是中文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好。不过我听他讲中文也很好。所以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对 ，Alice， 你可以跟我们的梅老师多聊天哦。好，因为你们都会讲广东话。不过我觉得到最后你们一定用广东话在聊天而已。都可以，都可以的哦。好，今天很多同学来哦，玉珠恭喜你今天第1名了，你终于第1名了哦，恭喜你！太棒了哈，第1个上来了，太棒了，好其他同学我就不跟你们打招呼喽。好，我们就来上课了。理查老师今天很年轻，为什么？
因为我刮了胡子了，因为我刮胡子了所以比较年轻。还剪头发了哈，头发变短了，比较有精神了比较有精神了。好，这位是谁？说我打第1针了，下个月13号要打第2针了。哦，漏了个一字，漏了个一字哈。第1剂也可以第1针第1剂好，哇，真好，理查老师也好想打疫苗。那个就是疫苗还没有到吗？还没有到。到了一些了，或就是老人家先打。对对对，优先老人，或者是医护人员、医生、护士，他们第一线特殊工作者，对，特殊工作第一线的要先打好，那梅老师，我们就来上课吧好 OK， 我们今天要上 HSK Level 4第4集。好，那今天呢，我们学3个词汇就好了，轻松一点我们今天要学的是中级词汇 （Intermediate Vocabulary）。好，那我要请梅老师一个词帮我们念2次好吗？好，第一个病，好。第二个不要紧，好。第3个不在乎。好，这个我们念这个，各位同学，你看这个拼音好像要念不在乎，也可以啦。不过我们一般说话都会念不在乎。稍微念轻声，不在乎。你念不在乎，其实也可以了没有什么问题好 ，OK， 梅老师，我们今天要学的病在 HSK 里面，它是讲是动词的用法，所以我们今天就动词的用法去说它好，各位同学，我们先看第一个词汇，第一个词汇叫病。好，这边是当动词As a verb， 我们以前是学可能是连词或别的词性，今天特别学动词动词的意思是 join together， 把东西放在一起叫病。你把2个东西放在一起，这个就叫做病病。好，那好看一下病。有同学叫春娇，你的名字好可爱。Sawadee-krap 春娇同学你好。很可爱的名字，叫弟弟的，对，叫弟弟的好，印尼来的朋友你好 ，Danny，Hello Danny，好 ，OK， 那梅老师要麻烦你念一下我们的例句。好，这个我们肩并肩走在街上。好，我们肩并肩走在街上。好，肩就是我们的这里，对不对？shoulder，肩膀。那并刚刚我们说过了，并是2个东西靠在一起叫并，2个东西，对，就像梅老师说的，这样子我们把笔并在一起，或这样子并在一起这个就是叫并，把2个东西 close together, join together， 这个叫并那肩并肩 shoulder to shoulder， 2个人的肩膀靠在一起叫做肩你看这个图片里这2个男生应该是查理王子。我们英国的王子，一个叫查理，一个叫什么我也忘了。William 跟 Charles， 好，他们2个王子呢，他们走路的时候，他们的肩膀，对，就像梅老师说的，是靠在一起的。你看他们的肩膀，他们的 shoulder 肩膀靠得很近，所以呢，威廉王子跟查理王子他们肩并肩走在街上，走在一起好。这个梅老师，我们这个叫肩，对不对？对，我们也可以说肩膀。其实我们一般要说的是肩膀肩膀。对，它的完全的名字，全名叫肩膀我写给大家看肩膀 shoulder， 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肩膀肩膀。好，所以威廉王子跟查理王子，他们就是这样肩膀肩并肩，他们的肩膀靠得很近靠得很近，这个叫肩膀。肩并肩，梅老师，我们是不是蛮常用肩并肩这个词语好像变成固定。对，会常用对2个人靠在一起就可以说肩并肩，肩膀靠着肩膀就是肩并肩英文叫 shoulder to shoulder shoulder to shoulder， 肩并肩，2个东西齐着。好，美美问说，并的意思是不是2个东西齐着？对，就是也是差不多齐着，对，齐着，就是齐着
两个东西就把它放在一块，像这样子。你说的太好了，两个东西把它齐着放在一块的意思。好，这个是并的动词哦，动词用法哦。好，我们再多看一些例子好了好，这个并的意思其实是把什么东西并拢，我们中文也可以说并拢，这个词比较难，你说并在一起也可以，你说并拢在一起也可以，这个就是并的意思Put two objects together 这个是并的动词用法。好，那各位同学，我要请一下梅老师帮我们念一下我们的词语。对，好，它第一个，第二个并，并，好，再来。三个双腿，双腿，你的两只腿，双腿，好。双腿，对，双腿。把，再来。把在一起，在一起，好，各位同学，你看这个帅哥，这个帅哥啊，他的两条腿儿是放在一块的，对不对？那你要怎么说呢？这个帅哥站得很gentleman，这个帅哥我不认识他，不过他很帅哦。好，应该有女同学认识他了对，这些明星不是特别注意这些明星，我也不认识，但是我知道很多女同学超爱这些偶像的。好，哇，答案出来了。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MYO 的。梅老师要麻烦你。他把双腿并在一起。哇，他把双腿并在一起，很好，就是把两个腿并拢，靠在一起的意思，齐在一起的意思好，立新说好，那梅老师他把双腿并拢在一起。对了，太棒了，很好，你讲并拢也可以，并拢在一起并拢在一起。好，很好，你们都答对了啦。好，有帅哥就不一样，大家女同学的这个回答特别踊跃好 ，OK， 好，翠西她把双腿并在一起。好，那这个因为双腿就是两个东西嘛，两条腿，你把两个东西对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好了，多给同学一些 examples。好 ，OK， 要麻烦一下梅老师念一下我们的词汇。把，对，把，并拢，手掌，对，它在一起，好，各位同学，这题也很简单，你有看到这个图吧？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像这样子，或这样子，这个中文要怎么表达呢？中文要怎么说这个动作呢？你这样做或这样做，这个要怎么说呢？好，同学们的有同学有答案出来了耶。好，我们看一下 watching 的句子，要麻烦梅老师。他把手掌并在一起。哇，好，那各位同学，你也可以说并拢在一起，他把手掌并拢或并在一起都可以。所以各位同学，你们了解并的意思了。并的意思就是把两个东西把它靠在一起，放在一块的意思，这个是并的动词用法你也可以说并拢。好，我看大家都答对了，我们就不再念了因为大家都非常聪明，教一下就会用了好，并拢或并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也很常说肩并肩，好 ，OK， 并。好，那各位同学，其实并还有很多意思，并还有像并且，梅老师对不对？并且像 and 并且像 and 的意思，还有很多意思。各位同学，如果你想要学习并的用法的话，理查老师很久以前教过了，所以呢，老师给你一个 link， 你们想再多学一点关于并的用法，你可以到理查老师这个 link 去学习。并有3种用法，你如果想学这3种用法，请你到这个 link 去今天我们就不讲这么多了，我们今天就讲动词的用法，其他的用法请你自己去找这个 link 去 click the link。 好 OK，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好，
哦，还有啊，我都忘记了。好，这个合并对不对？我们很常用。合并就是两个可能公司 two companies 或两个合并，其实。曹老师，你在说答案啦？哇，真的啊，我把答案讲出来了。哎呀，这个合并好，先不讲，刚刚大家都没听到，对不对？好，我们就中文说合并，英文的意思是 join together，join together 或叫 merge， 哦 merge 也是合并的意思。好，我不能再说了，说太多啊，不小心就把答案说出来了。好，梅老师麻烦你一下喽。这两家已经公司了合并好，公司不能讲哦。好，两家不同的公司，你要这样子。哦，原来也有这个意思哦 ，join together， 两家变成一家，这个叫合并。两家公司变成了一家，这个中文用合并哦，合并。好，各位同学，你们知道答案吗？哦，好，这个 Iran 的句子，梅老师你觉得对不对呢？这两家公司已经合并了，好，这是对的，很棒。好，再来我们看一下 Marina 的哦 ，Marina 是数字哎，对一下好了。这两家公司已经合并了。好 ，Marina 你答对了，很好哦。好，最后念一下翠西的句子好了，要麻烦一下老师。这两家公司已经合并了。对，那各位同学，什么叫合并呢？合并的意思就是，梅老师到底什么叫合并？跟刚刚一样，对不对？这样子合并，但是合并之后呢？合并之后，或者是这一支笔合并在一起变成了。对啊，也变成这样了。我也有一支笔，对不对？啊，你把这样合并在一起，就变一支了。各位同学，合并的意思就是两个东西之后就变成一个，这个叫合并，就是 two into one。two into one， 这个叫合并。好，两家公司已经合并了。我想你们都已经懂了耶，两家公司已经合并了呀，没有错，合并就是 merge 的意思哦 ，merge 就是英文的合并。通常讲两家公司，梅老师，我们还可以说什么是合并啊？银行可不可以？可以。两家银行合并了，变成一家银行了，可以，对不对？哦。学校合并在一起，两个学校合并在一起，那就变成一间学校。那有时候两个国家合并在一起也可以变成一个国家，像以前的东德、西德，对不对？合并起来，现在变一个德国而已了。所以两个国家也可以合并。东德、西德。好，敏敏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梅老师你可不可以回答他一下？对，他说的是老师。公司的量词是间吗？一般我们说间的是空间比较小一点的一间公司，但是如果说家公司呢，一家公司呢，就是大一点的，比如说房间是不是在家的包围下？对，没错。那这个敏敏梅老师啊，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公司比较小，你可以说这间公司；那公司比较大间的公司，你说这家公司。但是一般我们是用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对，很少用间公司，对，因为比如说这个间一般是指房间，房间是比较小的，是在家的里面的。对，这个敏敏我也觉得，像我平常说话，我都说这家公司。我比较少用这间公司，听得懂，但是比较少用，所以敏敏，你建议你用这家公司会好一点。像广东话如果说公司就可能说间比较多一点。真的广东话说间呢？OK， 间也会用啦，不过比较少哦，家会比较长。但是我们说的这是 Mandarin 一般都是这个国语就是说家比较合作可以吗？合作跟合并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一个含义。我觉得这两个词汇是不一样的哦。合并是 combine 两个变一个，合作是两个人 help each other 彼此帮忙，对不对？比如说我跟理查老师就是合作做这个中文直播课。对，英文就是 cooperate， 合作就是两个人互相帮忙像梅老师跟理查老师互相合作，我们在做直播课，中文直播课，我们两个人是合作，我们不是合并哦，我们是合作，因为我们不能并在一起变成一个人。对，我们不可能两个老师并在一起变成一个老师，那太奇怪了。我们是合作合作来上直播课对，彩杰银行我们可以说两家银行合并好的，我想大家已经了解合并的用法了。好 ，OK， 两个国家，这两国已经合并了，国家也可以两个国家可以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第52个词汇叫做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就是英文就是 it doesn't matter， it's okay， 不要紧不要紧的意思就是 it doesn't matter。好，我们这个梅老师，我们先念一下句子好了我们现在有两个对话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第二，撞到你了。A 说你了。对 ，A 说不好意思，对，撞到你了。好，那 B 说不要紧，不要紧。好 ，A 说这个男生就说他撞到这个女生了。撞到就是 bump into， 你走路的时候你如果不注意看，你会撞到别人你会撞到别人，这个就我们中文说撞到用肩膀或身体其他的部位去撞到好，就是擦肩而过的撞到，这样撞到了好，所以 A 撞到别人了 ，A 就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是 like I'm sorry， 很抱歉的意思抱歉，不好意思。撞到你了。那 B 如果觉得没关系，我们中文也可以说没关系，就是不要紧，it's okay 的意思，不要紧。所以各位同学，在这里呢，梅老师在这里不要紧，我可不可以用别的说法？我可不可以说像没关系？没关系，可以的，对呀。对，不要紧就是很少说，几乎口语化就是说没关系，没关系比较常用好，不要紧，好像是意思是你没有受伤还好啦，那个感觉好，不过我们比较常用是没关系那你用不要紧也可以不要紧，好，没事或者你讲没事我没事也可以，不要紧，没关系，没事都可以。那什么时候可以用？就是你不小心做了一些错事情，或者是你可能做了一些像撞到别人这样的事情，你都可以说如果有人撞到你，或有人做对不起你的事，你觉得没关系，你就可以说不要紧不碍事，不要索菲尼说不碍事不碍事也可以，别人撞到你了，你没有受伤你没有受伤，你可以说不碍事，别人就知道你没有受伤了别人就知道你没受伤了好 ，OK， 对，在这里不要紧可以等于没关系没关系。好，所以不要紧的第一个用法就是你直接用不要紧，不要紧 ，It's okay, it doesn't matter， 没关系的意思，没关系好，那各位同学要记起来撞到，你在路上有时候不小心你会撞到人，对你就这样咔撞到别人的时候，你要说对不起好，你不要撞到别人说不要紧你要撞到别人要说对不起撞到车就不能说不要紧可以撞到车你会受伤的所以是人撞到人没有关系，那是车撞到人那就严重了，赶快送去医院吧赶快送去医院这个句子好像skip 这个句子，梅老师你觉得呢？好，我读一下，不要紧，你当然会通过考试，就是一个鼓励，很正能量的一个句子，就是鼓励他不用担心，不要紧的，你一定会通过考试的，一定会通过 SHK 的考试，加油！加油的意思，不要紧就是有一点不用担心了 ，Don't worry 的意思那个感觉，别担心好 ，skip 你这个不要紧的意思有点像 Don't worry，
别担心。这里就不是没关系的意思了就是也有没关系，但是呢，它就是不要紧，不用担心比较好一点，放轻松，但不要紧是可以，对，在这里其实不要紧有很多意思，用在不同的句子有不同的意思。像 skip 这里，对 skip 这种情形就是 don't worry 的意思，别担心的意思别担心的意思。好的，不要紧是什么词啊？不要紧就是个片语吧，我觉得不要紧就是个短语吧，不要紧短语。对。如果要算词性，我觉得比较像动词吧，不要紧，我觉得就副词比较像副词。好，就是我觉得各位同学不用太在意这个词性了，因为对，因为 GCSE 它考试应该不会考它是什么词语这个词。这个其实不要紧，你就把它当做一个短语就可以了。我们一般把它当短语用而已。当短语就可以了好的，我们再往下看好，那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动词片语再加不要紧什么什么事情不要紧。好，那它的意思是 it doesn't matter to 好，那这个我们这里有一个小短语好，那我们先请梅老师念一下这边好了。好，迟到，好，迟到，不要紧，不要紧，这一次，下次早点来。好 ，OK， 我加个1好了，比较清楚一点。这一次好，各位同学，来，你试试看好不好？怎么样去排列这3个顺序呢？其实蛮简单的。好，迟到，不要紧，这一次，然后接下来要说下次早点来。早点就是点就是一点，早点就是早一点来，就是 come earlier， 早一点来。下次就是我们说的 next time， 下次。好，各位同学，应该你们都会吧？为什么大家都加了一个逗号呢？好，我们看一下王和的句子。因为理查老师，你这个句子里面就有一个逗号。可是这个逗号是隔开这3个字的。好，我懂大家为什么加逗号了。好，没关系。那梅老师，你先念一下王和的句子，对不对 ？OK， 这一次迟到不要紧。好，这次好。佩佩猪的句子呢，跟刚刚王和的句子不太一样啊。不要紧，这一次迟到，下次早点来，也可以的，就是换过来。不要紧，这次迟到，下次早点来。好，这个好，我觉得很多人答案都不一样这个 Akash 的答案也不一样。不要紧，这一次迟到，下次早点来。可以，就是可能读的时候好像是不是很顺。其实懂那个意思，对不对？但是好像读起来不是这么顺。好，其实我比较希望大家写的答案是像这样子我写给你们看。这一次迟到，不要紧。好，各位同学不要加逗号，逗号是加在这儿的好，那一定是我写的不太好了好，应该要这样写，各位同学，你们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我的逗号是加在这儿的，不是加在这儿的 ，no， 不是是加在这里的。好，所以你要加个动词片语，这一次迟到是我们的动词片语，然后加上不要紧，再加上逗号。好，所以这个梅老师，你念一下正确的答案好不好？好，这一次迟到不要紧。下次早点来。各位同学，这个比较顺一点了这一次迟到，就是 it doesn't matter being late。这一次就是 this time， 这一次迟到不要紧这是我们的正确答案好，各位同学，你如果写错的，可不可以再写一次呢？你把正确答案再写一次好不好？这样子比较通顺，这样子比较像中文一点。这一次迟到不要紧你也可以说这次啦，这一次跟这次都可以不要紧，下次早点来。好，
这次迟到不要紧，下次早点来。好，你错的同学你再写一次吧。哦，那个逗号要加对地方哦。好，我想大家都写对了。答错的没关系，你再写一次。而且我们还有一题让你们练习，这一题就要写对了，各位同学啊。好，我们再看一题。好，一样哦，我们的逗号要加在不要紧的后面哦。好 ，OK， 那我麻烦一下梅老师。错事，错事，错事，对，不要紧，好，不要紧，好的，做，好，我们的小句，但是一定要认错。但是一定要认错，认错就是 admit your mistake。我们如果犯错了，你要认错，你不可以说这不关我的事哦，这不关我的事哦，我不管，这不关我的事。你要认错，如果你犯了错误，你要认错，你要 admit your mistake， 这个叫认错啊，认错。好，哇，很多同学已经写出答案了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Henry 的句子好了。好，要麻烦一下梅老师。做错事不要紧，对，但是一定要认错。认错，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会挑啊，就是他一定有写错东西的，明明。做错事不要紧，但是一定要认错。要这个明明你要用要认错，不是有认错哦。好，这个但是我看错了，对，我看错了。要有一个小错字啊，一定要认错，不是有认错。不过你前面的小句都写对了，我们前面的小句大家都写对了啊，每个人都写对了。我们的答案是做错事不要紧哦。好，那梅老师，你可不可以把正确的句子念一遍？好，做错事不要紧，一定要，但是一定要认错。对就是这样子哦。做错事没有关系，做错事不要紧，但是你一定要认错 ，admit your mistake。好 ，OK。哎呀，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这么简单的问题，一下就都不会有错，一下就答出来了哦。好，很好。好的，不要紧，就是这样用。你可以加一个动词片语哦，动词短语，我们再加上不要紧哦。好，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语法。好的，我想大家没什么问题了。好，我们再往下看。我刚好像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句子。Channel B 说，突然发现理查老师刮胡子了，早刮晚刮不要紧，刮了胡子变帅才是要点。太厉害了，你的中文太厉害了。Channel B， 你可以把不要紧用在这里，太棒了。早刮晚刮 ，It's okay, it doesn't matter， 不要紧。重点是刮了胡子就变帅了啊！好，他的这一句话让我想起了一个句子，就是不管是白猫黑猫，捉到老鼠才是好猫。对，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哦，看它是 black cat or white cat，it doesn't matter。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哦，只要猫会去抓老鼠，不管它是什么颜色都不要紧。猫是什么颜色不要紧，它会抓老鼠最重要了哦。好可爱的，好可爱的句子、逗我们开心。对啊，认错是要说我错了。对，认错就是说我错了 ，sorry。对，就是认错，就是说对不起，这是我的错，我跟你说道歉，跟你说不好意思，我跟你道歉哦。就是说认错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的错误。好的，大家都了解了。学过啊，敏敏学过啊。敏敏学过，就是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不要紧，会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啊。好可爱。好，我们再往下看。好，第53个词汇叫不在乎。不在乎。好，这个要麻烦一下梅老师啊。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好，我一点儿也不在乎。一点儿就是 a little，
一点也不，这个我们是很常用的一个语法，一点也不就是 not at all， 完全都不的意思。好，那这个一点也不，各位同学，你看这个图，爸爸妈妈在骂他，他就这样子，他一点儿也不在乎。你看这个男生，爸爸妈妈在骂他，哎呀，你怎么这样？你怎么那样？他呀，完全不在乎，他左耳进右耳出，他一点都不在乎爸爸妈妈说什么。你看他的样子就是不在乎 ，not care at all， 一点都不在乎。各位同学，如果你说我不在乎，可以；你如果说一点儿也不在乎，就是你完全都不在乎，就像这样，你完全都不听爸爸妈妈的话，一点儿也不在乎，就像这样子哦。哎呀，这个梅老师啊，你的小孩会像这样子吗？就是好像不听爸爸。有昨天叫了我叫了他几次，就是可能平时他可能是嫌我们啰嗦了吧，现在就是有点自主的意见了，这个自主性有一点点叛逆了，对不对？可能是，然后他就可能唠叨的也多了，所以我今天就是保持沉默，沉默。不要再唠叨小孩了，有时候小孩啊觉得你唠叨，他什么都不在乎了，他听不进去，爸爸妈妈的话都听不进去。我们中文是小孩子还是比较喜欢听好话的。对，要赞美他，要觉得他要说他好话才可以，要不然呢，他要是一点儿也不在乎的时候，你讲话的时候是左耳进右耳出，他根本就不听你的话了，他一点儿都不在乎了啊。好，在乎跟在意有什么区别？我一点儿也不在意，我一点儿也不在，我觉得应该差不多的，区别不大，我觉得都是在乎就是在意，在意就是在乎。各位同学，其实在乎跟在意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哦。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不拿掉，这个不其实拿掉的话，其实就是 you care，就是你在乎 you care，you really care，所以你可以把对这幅图就是 I don't care， 那这个图就是 I don't care。但是如果你在乎，表示你爱这个人，这个人说的话你都听 ，you care about。在乎就是 care about， 不在乎就是像这样 you don't care about， 你不在乎，像这个男生就是不在乎好，你可以说在乎，表示 care about， 你也可以说不在乎 you don't care about， 好，所以都可以用好，哇，很多同学已经句子都出来了，好，明明觉得很重要这个句子。我喜欢的男人对我一点都不在乎，可以吗？可以。真的啊 ？Really， 明明 ，Really？ 但是这句话很伤你的心哦。明明这句话语法是对的，但是我们念完都觉得so sad。我喜欢的男人对我一点都不在乎，因为他不爱你。那你不要喜欢他了。不要喜欢他，太痛苦了，明明。你不要喜欢不在乎你的人。你如果喜欢上一个不在乎你的人，你会过得很痛苦的，明明不要去爱他了哇，立新，我不在乎你冷冷的眼，对，一个不爱你的人，你可以不在乎他冷冷的眼。对，有的人看着你，对，有的人就是很冷漠的看着你，他就这样觉得，你呀，我不在意你。所以他的眼睛是冷冷的，很冷漠。那立新，你做的对，你就不要去在意他，你不要在乎他冷冷的眼，他对你那么冷，你就不要去理他，你不要去在乎他好，对，跟刚才那个敏敏的句子连在一起，就是你们都有我喜欢的男人对我一点也不在乎，我也不在乎他冷冷的眼。对呀，不要去在乎他们好，不管跟不在乎啊，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哦 ，Passy， 这个比较难，这个回答可能要花2小时所以我们只能告诉你不一样不管有太多意思了，不管如何，不管怎样，它的那个 phrase 太多了好 ，Passy， 我们只能先告诉你他们不一样下次再回答你好。
大家怎么都那么有切身经历呢？我不知道，他总是不在乎我。这个句子都没有问题，句子语法都是对的哦。在意跟介意一样吗？我一点也不介哦，介意不是那个意思。在意就是你很在乎的事情，就是你喜欢的事情；介意就是你不喜欢的东西。对，比如说有人在你旁边抽烟的时候，他会问你说：“你介意吗？你介意我抽烟吗？”如果你 mind，you really 有这个像英文的 mind。如果你不介意他抽烟，你就说 I don't mind， 我不介意。如果你介意，你就说I do mind， I really mind， 你就可以说我很介意，我很介意哦。如果有人抽烟，在你身边抽烟，你要说我很介意，或者是我不介意都可以，就是英文的 mind， 所以意思是不一样的啊，意思是不一样的啊。好，哇，大家的句子好多哦，他怕玉珠更可怜。他不在乎我生死了。玉珠，你遇到了哪个男人呢、怎么这么狠呢？他不在意你的生死了，他连你要去死都不管你啦。玉珠，不要去爱这个男人哦，这个太过分了哦。好的。哎呀，这个再聊下去啊，有的女同学就要哭了。我爱的男人都不在乎我。我们不把这个话题岔开，有一个句子很好的，理查老师，你看一下。哪一个句子？谁的？那个就是别人对我有什么想法？这个句子。哦，有上面对，有这个句子挺好的。好，我们就是说，别人对我有什么想法，我不在乎，因为我知道在做什么，可以吗？可以，非常好。就是你很有自己的主见，很自信，很棒。Clara， 这个句子非常的 positive， 非常的积极的句子哦。别人对我有什么想法，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想我，不重要，我也不在乎。I don't mind what other people think。理查老师裴静这句话帮他解释了。裴静，我看一下裴静啊。好，对啦，裴静这句话跟刚刚 Clara 的句子是一样的意思。好，梅老师你念一下好了啊。好，你不要在乎别人在你背後怎麼看你，或者不是或者說你了，這個要改一改，或者有個錯別字啊。好，這個句子也其實是很 positive 的啊，你不要在乎別人在背後怎麼看你或怎麼說你，不用在意，你自己啊怎麼看你才重要哦，你自己怎麼看待自己才重要啊。好，皮耶的句子我們幫他看一下好了啊。好，就是他們說什麼我一點也不在乎，可以嗎？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句子，就是通常我們會說這樣子，他們說什麼我一點也不在乎，不用理別人說什麼。對，沒錯，你堅持自己，對，堅持自己。好，皮耶，你的句子沒有什麼問題哦，而且這個句子我們非常的常用。他們說什麼我一點也不在乎，我不在乎的，我不在意哦。Channel V， 哎呀，大家都有切身經驗呢哦。他的這些句子都是那麼長，他的中文太棒了。對啊。10年前很多人對我說，幹嘛要學中文？我當時並不在漏了一個乎字，並不在乎別人怎麼說我，但我知道我當年的選擇是正確的。你太厲害了，太厲害了！恭喜你，因為啊，你10年前的選擇是絕對正確的，你選擇了學習中文，你不在乎別人怎麼說你，太棒了 ，Channel V， 難怪你現在呢中文那麼好，已經很好了，所以你的選擇是正確的哦。不管學什麼語言都是正確的，沒有錯。要堅持。好，最後一句佩佩豬的念完，我們就不要再念了，太多句子了。好，要麻煩一下梅老師。他表面上不在乎你，但其實很在乎你。對，有些人就是跟剛才那個句子，他說他完全不在乎我的生死，是不一樣的。他表面上表現出來，就是我們上個星期學的表面上。對，用到了。梅老師，你還記得我剛剛正要講呢？
上个星期我记得表面上，对啊，哇，我跟大家就是上课的事情呢，就是我印象深刻。对，他表面上不在乎你，但其实很在乎你。对，就是心里面，但是不是表面上看的，他不是做表面的功夫，他是发自内心的在乎你，爱你。对，这个句子我觉得很有意思。像这个很好很好。梅老师，你觉得你的老公会像这样吗？表面上好像不在乎你，但其实那我老公就是他就是做的跟想的跟表面上的都一样的。英国男人是一根直线的。哇，那这个梅老师你太幸福了。有时候这个中国的男生东方的男性比较会这样子，表面好像不在乎的样子，但其实心里很爱很在意就是真的。我们就是东方人，比如说中国人，或者是台湾人，或者是香港人，他就是这样子，就是他不会把爱挂在嘴边，没错，你可能感觉不到他的这种爱，但是他是，尤其是父亲跟儿子。对，没错，这个有的时候你很少听到这个中国男生、台湾男生或像东方男生，我想都是这样子。你很少听到他说“我爱你”，很少。但是呢，他从行为、他的动作、他的表情，他用行动表达他的爱。通常是这样。你很少听到他那个中国男生说“我爱你”，不会，而且我们都会觉得有点奇怪，怎么会直接说你爱我？起鸡皮疙瘩了，鸡皮疙瘩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叫起鸡皮疙瘩，哎呦，觉得很肉麻。这个我们中文可以说很内敛了很内敛。这个对中国人的爱，东方人的爱就是比较内敛的，他不会说不会轻易说我爱你的不会轻易说我爱你的好，没有错，鸡皮疙瘩鸡皮疙瘩，哎呀，疙瘩太难打，我打不出来。等一下，鸡皮疙瘩，好，OK。这个梅老师有点难打哈，因为我的输入法是这个比较那个不一样的打。好，等我一下快出来了，鸡皮疙瘩。已经打出来了，一个同学。谁打出来了？你看刚才那个叫什么？他说他写中文是正确的，对，鸡皮疙瘩，他打出来。对，你看我打到一半了，我打不出来。因为我这边是繁体字，有点打不出来对，我打到一半，我打不出来。对。好，这个 Channel B 说鸡皮疙瘩就是这个，你有时候很冷的时候，会觉得很有点 disgusting， 就会起，或 embarrassed 害羞的时候，你会起鸡皮疙瘩 ，goosebump，英文叫 goosebump，会起鸡皮疙瘩鸡皮疙瘩。内敛是内向吗？有差不多了，有那么点，对，就差不多的意思Alice 要说出来，不然怎么知道你爱我呢？你爱我要说出来。对，现在我们都支持要爱大胆的表现出来，把爱说出来。各位同学，你爱谁你就说出来，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要勇敢说出来不要害怕人家起鸡皮疙瘩。好的，我们往下看吧。好，各位同学，我们一点也不做一个语法的练习一点也不可以加上我们英文说 emotional verb， 像爱这个字，喜欢、了解、懂，你可以说一点也不爱 ，you don't love at all， 一点都不爱他，一点也不喜欢，我一点也不喜欢中文 ，I don't like Chinese at all， 我一点都不喜欢中文。好，我一点也不了解 ，I don't understand。了解叫 understand， 懂也是像 understand 的意思。我一点也不懂，所以你可以加叫 emotion verb 可以加 emotional verb。好，那这个梅老师要麻烦你先念一下小句。就是句子是这样：父母的关爱他。好，我们这边是也不了解一点儿。好，各位同学，答案是什么？父母的关爱，他怎么样？他怎么样这题也很简单好，哇，好多同学答案都出来了好，
青霞说一点儿也不了解，点也不了解。很好。好，我们找一个完整的句子好了。佳佳的句子是完整的，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梅老师？父母的关爱，他一点儿也不了解。啊，父母的关爱，他一点儿也不了解。像刚刚那个图，那个男生就是他不懂父母亲的爱，所以他就不在乎，他就会不在乎哦。好，大家都答对了，很好。好，所以如果你也可以说，理查老师的中文课，我一点儿也不了解，我听不懂。理查老师的课，我一点儿也不了解。理查老师说的中文，我一点儿也不了解。你就可以这样用，一点儿也不 ，not at all，not at all， 一点也不啊，一点儿也不。好，那我们再看第二道题目。好，一点儿也不，除了可以加 emotional verb 之外，还可以加形容词，可以加形容词哦，形容词。好，那记得了哦，可以加 emotional verb， 也可以加上 adjective 形容词。好，要麻烦一下梅老师念这个奇怪的句子哦。这不奇怪。理查老师很瘦，他也不胖，好，一点儿。好，各位同学，请你写出正确的句子。虽然这个句子有点奇怪，但是把它写出来。好，这个各位同学啊，这题好简单哦，你们会不会写呢？好，一点儿也不，可以加上 emotional verbs， 你还可以加上 adjective， 你还可以加上 adjective。好，我们现在要感谢这个句子写对的同学们啊，表示你们中文都很好，而且呢，讲得很正确哦。好，一点儿也不胖。好，他一点儿也不胖，我想大家都答对了，立新的，他一点儿也不胖。好，那这个梅老师，麻烦你完整的句子念给大家听，好不好？好，理查老师很瘦，他一点儿也不胖。没错，这个句子是正确的，而且也是事实啊。好，这个句子是个 fact， 那就是说理查老师的身体很好，很好，我不胖也不瘦，对身材是匀称的身材是标准的身材很标准啊。好，那你们也可以这样说啦，谁谁谁很瘦，一点儿也不胖；谁谁谁很帅，一点儿也不丑。这个你们都可以去改那个 adjective 这个家很大，一点儿也不小都可以这样去用它。你可以去改然后可以写出自己的句子你可以说梅老师很漂亮，一点儿也不丑。梅老师老了，开始丑。不会丑的好，你们可以自己去造句子了好 ，OK， 那我们我们就学到这里了好，那这个各位同学，现在呢，我们准备了3个题目请你们选出正确的答案。那第一题，我要先请梅老师帮我们念一下句子好，这2家银行已经和什么了？这题太简单了好，这2家对和什么有并，还有不在乎，不要紧。这题太简单了，梅老师，这题根本就是我们中文是不是说送分题啊？对啊。你们那里也说送分题吗？对，送分题就是太简单了，谁都会，这个叫送分题太简单了。对，好，哇，全部都写并，好，没有错，并的意思就是2个东西把它靠在一起这个叫做并。好，这个像这一题呢，我们中文可以说送分题。送分题就是这题太简单了，大家都会，你就可以说这题是送分题，老师这题 too easy， 太简单了，这题是送分题，大家都会的题目叫送分题。好的，那这个梅老师，你可不可以念一下我们正确的句子呢？好，这2家银行已经合并了。好，合并的意思就是2家变成了1家了，2家变成1家叫合并合并。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题 ，Number 2。好，要麻烦这题太简单了，也是送分题，麻烦一下梅老师。对不起，我迟到了。好，然后 B 会说什么呢？到底他会说这个并还是不在乎，还是不要紧。好？这题好简单哦。这题也是送分题，这题也是送分题啊，这个应该要给 HSK Level 1了，对不对？这题不是 HSK Level 4了哦。好，不过今天轻松一点，不要太难哦。不要紧，不要紧。送分题不要紧。哇，我觉得 Channel V 好厉害啊，他的这个解释都很清楚哎。对，他的中文应该到了 SHK 的这个 HSK 的6级了吧？应该有6级了，而且他的中文非常通顺哦。他好像是个中国人一样，应该不是，就可能比有一些香港人，可能他的中文都跟他差不多，可能是。对，没错，所以已经接近了 native 的水准了哦。好，不要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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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选不要紧，不要紧，对，答案就是不要紧了哦。好，对不起，我迟到了 ，I'm late。不要紧，就是没关系啊，It's okay，It doesn't matter， 不要紧，没关系的，好简单哦。好，再来，好，麻烦一下梅老师。约翰一点也，我的感受。好，我的感受就是我的感觉 ，How I feel， 我的感受哦，我的感觉，他一点儿也，哎呀，这题好简单哦。今天的3题都是送分题哦。好，来，各位同学，你们觉得答案是什么呢？一点儿也，刚刚我们才学了一点也怎么东西。第2个不在乎，对，第3个不要紧。好。梅老师已经帮你们念了选项哦，你们觉得答案是什么呢？不在乎，不在乎，送分，不在乎送分题，不在乎这是送分题了啊！好，李查老师做那个初中的人，就你们都传统过了。对呀，对呀，没有错哦。好，这个各位同学，约翰一点儿也不在乎。那这个一点儿也不，我们刚刚学的语法，你们要特别记起来，非常重要哦。这题也是送分题。好，今天大家都学到送分题了，大家学习力好强哦。不是这多题，这道题吧，这几题或者是这几题，对，这几题是送分，这3题也可以，这几题也可以哦。好，好的。那明老师，我们把正确的句子念一遍给同学们吧。好，约翰一点也不在乎我的感受。对，这个句子很棒哦，把它学起来。你看他一点儿都不在乎我的感受。我觉得开心，他也不在乎；我觉得悲伤，他也不在乎；我觉得快乐，他也不在乎。所以他一点儿也不在乎我的感受，我是快乐还是悲伤，他都不在乎哦。好 ，OK 啊，我觉得大家都好厉害哦，都答对了。好，这个梅老师最后哦，我想跟大家讲2个我们很常用的一个成语哦，或者我们说惯用语吧。哦，好，那也是跟这个感受等于享受，不是哦。享受就是 enjoy 的，感受就是 feeling 啦。对 ，feeling 就是你的感觉。美美享受，就像我享受理查老师的中文课，你享受一个过程啦，哦，享受一个活动都可以。enjoy。比如说，我感受到理查老师的中文课很轻松，所以我很享受这个中文课。对。哦，感受就是 feel， 可以当动词 feel。我感受到理查老师的中文课很有意思，所以我很 enjoy， 我很享受。享受就是 enjoy， 感受是 feel， 不一样的意思哦，不一样的意思。好的，那这个梅老师刚刚我说了哦，这个我们给学生们教2个常用的一个词语或者是成语哦，来跟在乎有关系的哦。好，要麻烦你念一下这2个成语。第一个是毫不在乎，
毫不在乎。第二个是毫不在乎，满不在乎，满不在乎。好，各位同学，这两个成语的意思都一样，毫不在乎就是满不在乎，意思就是你完全不在乎，你一点儿也不在乎，对这件事情我毫不在乎 ，I don't care about this at all。毫不在乎跟满不在乎都是一点儿也不在乎的意思，你完全不在乎，你也不在意，你也不在意。好，对于学习中文，我毫不在乎。你一点都不想学啊，you don't care about learning Chinese。你可以这样说，对于学习中文，我毫不在乎。你可以这样说，对什么事情你毫不在乎，就是 you don't care about this at all， 一点也不在乎的意思。那梅老师，这两个成语我们有没有很常用呢？比较常用的是一个毫不在乎。对。满不在乎也会用，但是比较少一点。比较少用。满不在乎的意思，它就是，有时候他会在乎一点点，但是毫不在乎呢，就真的是不在乎。对，没有错，梅老师说的很好，毫不在乎你就是真的完完全全不在乎，满不在乎你还有一滴滴那么一点点在乎还有一点点在乎。我毫不在乎，就是你真的都不在乎了好，满不在乎，毫不在乎，毫不在乎比较常用。那有时候你在电视剧看到，你就要懂它的意思，就是一点也不在乎的意思好，哇，我们今天学了好多词汇对把别人的闲话，别人的闲话，我不是应该是理查老师说的那样，对别人的闲话，我满不在乎。或者是我毫不在乎，毫不在乎。这个像敏敏这个例子，我觉得用毫不在乎比较潇洒一点。对比用对，敏敏你用对，你再打一次好不好？用对别人的闲话，我毫不在乎，一点儿也不在乎，这样会更潇洒一点更棒好，别人批评了我这个句子我觉得哇，这个句子就是完全的很地道正确的了，就是说别人是批评了我毫不在乎，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有我的风格，我有我的想法，你怎么批评我？就是我理查老师你好丑，理查老师你这个笨蛋，我不在乎啊，我觉得我很好啊，你批评我，我不在乎，我毫不在乎可以这样用。好。这个毫明明跟你讲很难解释，而且你这个是错字，毫是那个毛，不是这个豪。对，你这个是土豪的豪，富豪的豪了。对，你这个是很有钱的那个豪。那个敏敏你的豪是这个豪了这个好了。豪其实是很细的毛，豪本来的意思是很小很细的毛。所以它是指很微小的意思好，不过你把它记起来就好了好就是很小的意思。就是比如说这个起子的间隔，一把尺子，它里面有毫米、厘米、分米。对，理查老师拿出来了，你看一点点黑色的那里，这个一点点这个黑色的这个就是毫米。你看小小的这么小的距离，毫的意思就是小小的，很微小的很微小的意思。好 ，OK， 好的，那我们今天任务结束，已经上完了，很开心哈。因为学生们都好可爱，又聪明又可爱，真的，他们的句子都我看到那个不在乎那个句子，大家都好厉害而且有切身的经历的感觉好，那这个梅老师今天谢谢你喽不客气。好，虽然杨坤说无所谓，但我毫不在乎他怎么说。这个句子也不错也是很深奥对，也是一个不错的句子好的，各位同学，你们要谢谢一下梅老师梅老师每个星期天都陪伴我们，而且呢，梅老师教中文真的是很棒各位同学，如果你们想跟梅老师学习广东话或者是中文的话，你们可以跟他联系他很乐意跟你们上中文课的好，那梅老师，你最近想要如果有一些新的视频上传的话，
再麻烦您跟我说，好不好？我再推好，荐给我会告诉你，我弄好了，我会告诉你。然好的，后如那我果有谁要学习跟我学习那个广东话或者其他的就是用广东话来交流跟我说话聊天，你可以问理查老师要我的 Facebook。对，这个各位同学，这个你们如果想跟梅老师交流广东话或中文，你们给我信息好不好？我再给你们梅老师的这个脸书的那个 account 那个ID 好不好 ？OK， 好 ，OK， 你看大家都谢谢梅老师，都没有人要谢谢不客气，都没有人要谢谢我，你们都谢谢梅老师而已。对，你们要谢谢理查老师哈，他才是主持人，我毫不在乎，马上用上了毫不在乎，不要紧，不要紧，老师毫不在乎，一点也不在乎。你们就谢谢梅老师吧，你们不用谢我了。老师的胸心很宽阔。对的我不在乎，你们就谢谢梅老师吧，你们不用谢谢我了不可以这样的我们大家要谢谢理查老师。好，晚安怎么说呀？晚安就是它有2个说法，晚安在广东话里面。广东话的晚安。晚安，广东话的里面也在字面上也说晚安。晚安。晚安就是晚安的意思，就是这2个字的广东话的读法。然后还有一个说法晚安呢就是走頭。走就是早的意思。早頭就是休息。早頭早頭，很早的对，很早的头叫晚安好可爱就是早点把头放下来，早一点把头放在枕头上，早点睡觉就对了，早头。对，你如果要理查老师，你没有就是不懂这个中文的广东话呢，你就理解成这样子。就是说走頭就是頭就是頭的意思，比较近这个音，对吧？比较近，然后你就说走頭就是早点把頭放在枕頭上休息睡覺。好有意思，早頭啦，这个很好记，早上的頭啦，早一點啦，不是老頭，早一點頭啦早一點把頭放去睡覺，对，早一點把你的頭放去枕頭上睡覺，你們太可愛了早頭。你想知道我的脸书好，那理查老师会给你那个你在这个给我你们再给我信息我再告诉你早逃，还有这个走逃走逃走逃了，对，好。很好玩哈，广东话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好，梅老师，那同学们如果要跟你学广东话的话，你再好好的教他们好，那梅老師先跟你說再見咯，晚安。再見，晚安，大家晚安。走頭。我們下周再見好 ，OK， 再見咯，拜拜。下周再見。再見。好，早頭，哇，好有意思哦，早頭，把頭早點放去睡覺吧，早頭。好，各位同學，早點睡覺了 ，OK， 好，那晚安咯，拜拜，各位同學，再見。